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的老板是个毫无人性的资本家。中秋节前夕，我妈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我向老板请假回家。推门进去时，看见老板正在和合作商打电话。什么？中秋节强制加班工人会闹吗？敢闹就扣工资或者开除，你不压榨他们，他们得骑到你头拉屎。办公室内，老板听了我的诉求，头也不抬地脱口而出：不是还没死吗？请什么假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呆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从来没想到这种丧尽天良的话可以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。就在10分钟前，外婆打来电话，我妈的癌细胞突然扩散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正在抢救。电话那头，外婆一把年纪，哭得声嘶力竭：青青，可怎么办呀？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你妈要是走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我连忙在电话那头稳住了外婆的情绪，顺便也调整了呼吸，平复自己的心情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外婆一个人搞不定，我只能请假。办公室内，老板说完那句话，我呆呆地看着他，我不可置信地开口：你刚刚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了，我妈在急诊室里危在旦夕，我现在要请假。老板见我满眼愤恨，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不着痕迹的掩面咳嗽。他不耐烦道：你自己看公司群里面的消息。我一愣，翻开微信群消息，公司群里置顶的是关于中秋节的工作安排。就在刚刚，老板在群里面发言，今年中秋节业务繁忙，所有员工正常上班，任何人不得请假早退，违反规定者自动离职。有工人在群里回复了一句加班费怎么算，就被老板踢出了群聊。随后群里又被禁了言。入职公司以来，我知道老板专横，可没想到他独裁到这种地步。不等我辩解，老板有些不满地摔打着鼠标，怒吼道：看到了吧，这是公司规定，刚说了不能请假，你带头违反，那我这工作还能不能做了？我哑着嗓子开口：我这是特殊情况，我妈正在医院抢救，我外婆年纪大了，医院里很多事都不懂，现在身边不能没人照顾。我以为我说的够明白了，老板依旧漫不经心地玩着游戏，房间里充斥着游戏通关的声音。他将脚敲在桌子上，仰躺着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想用这个借口好请假，在中秋这几天偷懒是吧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人？你们这些打工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摸鱼偷懒，怪不得一辈子都是打工的命。你说你妈在医院抢救，有什么证据？我急得怒吼：要什么证据？这个证据还不够吗？说着，我将手机里的病危通知书甩到了他面前。我以前只觉得他毫无人性，现在看来他是禽兽不如。谁会拿家人的生命开玩笑？却不想，老板只是不耐烦地瞄了一眼，冷冷地说：骗谁呢？这是你从哪里找的图？这么模糊，都包浆了，少拿网上的图来糊弄我。我有些尴尬地将手机握在手里。自从我妈生病以来，我就再也没有换过手机。这个手机还是3年前的，所以拍照模糊，拍的照片看着像是从网上下载的。我想开口解释，老板却将桌子猛地一拍，声音恶狠狠道：我告诉你，给我滚回去上班！你今天要是带头请假成功，这几天公司里还有没有人来了？你非要请假，就按公司规定主动离职。他说完，一脸无赖地看着我。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，我只是想请个假，
这是打工人的合法权益。我让他把拖欠的加班费和积压的3个月的工资结清，我马上走人，否则我立马进行劳动仲裁。现在9月，距离上一次发工资已经过了3个月。3个月前，老板以大环境不好、公司效益差为由，拖欠了整整3个月的工资。老板听着这话，冷笑道：“我就算不结给你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尽管去告，就算你告赢了，我也就赔你点钱，再交点罚款。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，你难道不懂吗？只要你敢提起官司，到时候全行业封杀你。我们这些老板之间的信息都是互通的，我看哪家公司敢用你。说句实话，现在这个就业环境，我能收留你们都不错了。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”他越说越气，顺手拿起水杯狠狠地砸在我脚下，我僵在原地。这是彻底不给我留活路呀！末了，他补充一句：“都把我的要求当耳旁风，我以后在公司里还怎么立威？”自打进公司以来，我就知道老板有所有资本家的通病，他对打工人有一种变态的掌控欲。对手底下的员工要求绝对的服从性，从最开始的拖欠工资到现在的中秋节强制上班，都是他的服从性测试。这一刻，我恍然意识到，在老板的观念里，一条人命比不上他的一句话重要。他拒绝我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威严。我喘着粗气，握紧了拳头，理智在此刻轰然倒塌。我只是个老实人，但老实人被逼急了也不介意来个鱼死网破。可下一秒，老板的话又让我瞬间冷静下来。我记得你外婆好像有心脏病吧？每个月的特效药都要大几千，还有这车贷房贷。你女儿今年才上的公立幼儿园吧？家里就你一个经济来源，怎么，你是过完这个中秋就不活了？这一刻，我彻底心寒。我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，刚入职那会儿，老板状似无意地和我聊起了各自的家庭。那时候职场菜鸟什么都不懂，就将家庭情况全盘托出。自那天后，公司里有什么棘手的、难做的工作都莫名交给我做，休息日临时出差都是常有的事。他当时还说是故意锻炼我，要把我往高层提拔。现在看来，他是知道我的家庭困难，笃定我不敢轻易离职，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压榨我的劳动力。就像他说的，一旦我辞职进行劳动仲裁，拖个10天半个月我都有可能饿死。可我如果没有一点胜算，又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触他的眉头呢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你和张经理的床照发给公司的每个员工，1人1份好了。我冷漠地开口。哦，对了，给老板娘的那一份我就不打码了，反正你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也没必要顾及谁的脸面。老板瞬间慌了，颤抖着嘴唇看着我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那是上周5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公司里加班，在茶水间的隔壁房间里听到了老板和公司行政部的张经理的对话，两人在里面干柴烈火。我当然是拿出手机拍照了。据我了解，老板是赘婿，能过得这么好，全凭当时傍上了老板娘这个白富美。作为一个凤凰男，他好不容易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，怎么甘心轻易放弃？可老板娘却是个极其泼辣善妒的人，据说还有背景。她要是知道自己的老公出轨，两人可不只是离婚这么简单。老板气得直拍桌子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老子只给你今天1天的时间，明天必须在公司上班。几分钟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扬了扬手机，离开了办公室，顺便将口袋里的录音笔保存好。无良老板压榨员工的话都被我录了下来。
我知道老板不会轻易放过我，就算他以后在职场上给我穿小鞋，闹到法院，舆论再一发酵，总归是对我有利的。可没等我高兴几秒，回到工位时，却发现桌面上一团糟，凳子被人扔到一旁，中秋节的月饼和螃蟹也不翼而飞。张经理见我疑惑，立马笑眯眯地凑了上来。公司采购礼品的人疏忽，用的是之前没更新的名单，所以新入职的员工就少了一份。这不，就把你的那一份先给别人了。你也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吧？不会在意这点礼品的吧？话说得好听，这是道德绑架，再给人戴个高帽。你急了就是你小气，你不急那就自己吃了这亏。他难道不知道我现在的怨气比鬼还重吗？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老板办公室大喊：公司穷到要克扣员工的福利吗？老板，干脆把你的那份给我呗。张经理见我这么厚脸皮，当即慌了神，他气急败坏地朝着我大吼：你干什么呀你？激动个屁！就一点小礼品还要张嘴跟公司要，眼光真短浅。我的表情立即冷了下来。你这么大方，干脆付费上班呗，反正你眼光长远。刚说完这话，坐在我对面工位的眼镜男突然吐了出来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将呕吐物吐得到处都是，然后身子一抽晕倒在了自己的工位上。刚刚还看热闹的人立马安静下来。张经理吓得尖叫，不会是加班猝死了吧？要死也别死在公司呀！围观的同事脸色变了变，坐在我旁边的眼镜妹在旁边大叫：她刚刚好像就是吃了这个月饼才这样的。她说完，将手里的月饼包装拿起来看，没有标识，也没有厂家，这不就是个三无产品吗？公司到底是从哪里订购的这批月饼？这不是得把人吃死呀！老板和张经理对视一眼，脸色一变。张经理立马呵斥道：崔小玲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看你是野猪吃不来细糠。这是咱们老板特意从一家手工私房菜定制的月饼，这种月饼从哪里给你们弄厂家？你们就是穷命吃不起好东西。被呵斥的崔小玲面色一冷，眼眶发红。他刚来公司时，因为蹩脚的普通话口音，被张经理在背地里嘲笑是农村来的。有不满意张经理说辞的人站了出来：我们工厂就是做月饼的，为什么还要费劲从别的地方订购月饼？老板面色不悦，始终一言不发。他当然说不出来，我们公司就是做月饼生意的，但生产的都是出口国外的高级月饼，一盒定价昂贵，几经转手再加上炒作，老板一盒能赚不少钱，连加班费都不愿意付的人，又怎么会愿意舍弃大几千块钱的利润给员工当福利呢？办公室里人不多，加上老板和张经理也才6个人，但好在有头脑清醒的人指着地上昏迷不醒的人：先别管这些了，人命关天，现在赶紧打120送医院呀！原先晕倒的眼镜男此刻口吐白沫，脸色乌青，一看就是中毒的迹象。老板吓得脸色苍白，手脚发抖。下一秒，他强撑着精神激动地打电话。看到这里，我以为老板终于良心发现了，结果没想到低估了人性的恶。人人生来平等这句话只是说给底层人听的，来不及给中毒的同事一点人文关怀。毕竟我的家人还在医院等着我。结果刚走到门口，老板突然大吼：把门关上，今天谁都不许离开，谁也不许叫救护车。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他，张经理也愣住了，哆哆嗦嗦地开口：老板，不叫救护车，这人可怎么办呀？
万一死在这里，对公司可是一桩丑闻呀。老板咬咬牙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就是为了公司名声，才不让你们叫救护车的。这件事就算只是涉及工伤，但月饼公司的员工吃月饼中毒，这要是传出去上了新闻，你们知道我要损失多少订单，损失多少客户吗？一个客户就是几十万，这不是就在断我财路吗？”我傻傻地说：“到时候澄清不就好了吗？毕竟是一条人命呀。”我看着眼镜男，面色不忍。眼镜男的家庭情况我也算了解，女儿得了白血病，治疗费用昂贵，每个月要去医院进行化疗。夫妻两个特意卖掉老家的房子，跑到大医院来治疗。他是他们的小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。老板吞了吞唾沫，抹了把脸，继续说道：“他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舆论的伤害有多大。到时候那些竞争对手买通水军来黑我们公司的品牌，不是我一张嘴就能说得清楚的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商战有多恶心。一条捕风捉影的新闻就能让一个国民品牌毁于一旦。我是老板，我得对我的品牌和公司负责，所以谁又对中毒、昏迷不醒的员工负责？”我激动地说：“可他是因为吃了公司买的月饼才中毒的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他也是在这个公司兢兢业业工作的员工，哪次加班不是他冲在前面？前几个月公司有困难，也是他二话不说连夜拉客户和赞助商。他女儿还在医院躺着。老板，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。”我的话让旁边的几个同事动容。此时此刻，只有打工人能理解打工人的心情。如果不是家里有困难，再加上大环境不好，谁会在这样的老板手底下做事？我还想再说什么，被老板厉声打断：“你闭嘴！他的命哪有我的公司值钱？”这一刻，大家的脸色都十分难看。或许现在的社会已经发展成老板说的那样，但没有谁愿意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摊开摆在眼前。饶是老板再圆滑，他也注意到了众人的眼神，于是他认认真真地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做老板，但你们做不了老板吗？因为我有全局性，我要考虑的是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号人。不止你们几个，工厂里那些还在加班加点的工人都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公司的工资3个月都没发了，就等着这笔订单做好资金回笼。出了这种丑闻，你们的工资还想不想要了？”他这话是绝对的利己主义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站在道德的天平上，好像再加一块秤砣就能完全倾倒。老板见情况有回旋的余地，又开始打起感情牌：“李峰，我记得你每个月就得还12000的房贷，还有你老婆的助听器也要换新的了吧？你要是叫救护车，你下个月的房贷去哪儿凑？还有你，崔小玲，你爸糖尿病每个月的医药费都得大几千，还得供你弟弟上学。作为姐姐，你不为家庭分担吗？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得罪我，有必要吗？”他刚说完，被点到名字的同事脸色微微动容，所有人都一言不发。老板精准地掌握了每个人的家庭情况，相当于捏住了每个人的命脉。人到中年，每个在职场上低声下气的人都是为了身后的家人。我喘着粗气，一时间脑袋发懵。突然手机响了，是我外婆打来的。她一定是察觉到我这么长时间没到医院，有些担心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接通，就被老板将手机夺走。他气愤地挂断电话，甚至抬手狠狠几个耳光扇在我的脸上，痛骂：“贱人，
你敢偷偷叫救护车？你要害死我是吗？他用力将我的手机摔在地上，几年的老机子立马裂开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痛。张经理，去把公司的信号屏蔽器打开。我慌了，如果公司的屏蔽器打开，那眼镜男真的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张经理不愧是老板的好姘头加好腿子，立马踩着高跟鞋就进了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公司内部所有的通信设施都失去了信号。老板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摸了摸头上的汗珠，开口道：“你们几个把他抬到我的办公室去。”说完，他看向我：“林青，现在他的命在你手里，就看你愿不愿意救他了。”我愣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被强行拉进了老板办公室，他在办公桌前焦急地来回踱步，眼镜男被随意地扔在沙发上，两个搭手的同事低着头走了出去。我有些失望，虽然公司里有一个毫无人性的老板，但是同事之间真的就像家人一样。此时此刻，我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良心不重要，钱财重要。我注意到眼镜男的脸色逐渐呈现灰白色，原本还在抽搐的身体渐渐不动了，垂落在地上的指甲也呈紫色，整个人透着一股死气。1分钟后，张经理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，老板连忙跑过去，看着文件轻声对我说：“这是责任免除书，只有他签字证明今天的事和公司没有一点关系，我就给他叫救护车。”我不可置信地咬牙切齿：“你疯了？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签字？”老板站在原地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沙发上几乎毫无气息的人。随后他眼珠一转，吩咐张经理从茶水间拿开水过来。他该不会是要用开水将人泼醒吧？我不敢想，我想开口制止，可老板的手速快我一步，他猛地将滚烫的水泼到眼镜男脸上，眼镜男被烫醒，脸上的皮肤瞬间红温。人醒了，这是好事。老板顿了几秒，突然发狂，他抄起桌子上的烟灰缸，朝眼镜男狠狠砸过去。男人额头上的血液如水柱般往外喷溅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故意装晕倒，他就是想讹我。真的是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我看平时对你们太好了，觉得我好欺负是吧？他一拳又一拳打在眼镜男的头上，眼镜男双手抱着头，嘴里呜咽着：“别打了，我来签这字。”我立马冲上去拦着。眼镜男之前在公司里替我背过锅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坐视不理。我一把夺过张经理手里的文件，签下眼镜男的名字。这样的文件根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。我现在什么也顾不了，只想眼镜男能尽快接受治疗，我也能快点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。可老板却不过瘾，他打开了信号屏蔽器，拍了眼镜男醒过来的照片发在了群里。可鸡贼的是，他 P 掉了眼镜男满脸流血的样子，并配文：“我也算是个良心企业家，为人宽厚，但这不是某些人讹我的原因。今天算我倒霉，我也就认了。只要他说要多少钱，我给就是了。”他将自己营造成被诬陷的受害者。老板发完，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，因为我知道老板马上要完了。他以为没事了，可他不知道，就在他关闭信号屏蔽器的同时，我已经将录音笔里的所有内容发到了朋友圈和网上。他不是很在乎企业的名声吗？他不是最怕舆论发酵吗？我将手里的合同递给老板，走到眼镜男身边，想叫救护车。刚刚眼镜男还能喘气，明显是回光返照，食物中毒外加被100多度的开水烫伤。男人喘着气，虚弱地抓着我的手说：“
救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我快要死了！”他哀嚎着，捂着肚子，一双手想要抚上被烫伤的脸，却又堪堪停住。脸上的皮肤已经被烫伤，再接触很有可能会感染。眼镜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泪横流。我没见过一个男人流这么多的泪，他只是想省点早餐钱，才会选择拿公司发放的月饼充饥。我安抚着他，让他别哭，留点力气。可没想到，老板却出尔反尔。他拿着那责任免除合同撕得粉碎，都说了他是装晕的，还给他叫什么救护车。戏弄我就想走，我今天就给他点教训。够了，你别太过分。我生气极了，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我一把将他推到门口，打算硬闯出去。玻璃门被撞得砰砰作响，砰的一声，门从外面被撞开，玻璃门瞬间粉碎，碎片像银针一样爆炸开，溅到老板脸上。老板100多斤的体格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摔倒在地上。张经理吓得尖叫出声，满脸愤怒的大吼：“谁呀？不长眼！”两人的关系，公司里的其他人都知道。就在刚刚，信号屏蔽器关闭的时候，外面的同事立马报了警，又将照片发给了老板娘。老板娘踩着恨天高扬了扬手臂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再不回来，张经理肚子里的孩子都成型了吧？”张经理被点名，脸色煞白，接着紧紧捂着肚子。我看着崔小玲，对我挤眉弄眼地笑出了声。还好，还好，他们的良心没有泯灭。可这个笑在老板眼里变成了嘲笑。老板疯了似扑过来，掐紧我的脖子，歇斯底里地对我大吼：“都是你，是你通风报信，把我老婆找来的是不是？你怎么就这么贱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非要来掺和这事？”我被他掐得几乎窒息，他还不解气，对着我的脸狂扇耳光。我只觉得两眼一黑，止不住的眩晕。临昏迷前，我听见警车鸣笛的声音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外婆守在我的床前，眼泪直流。见我醒来，她赶紧带我去了我妈的病床前，让我见她最后一面。去吧，你妈等你好久了，去见她最后一面，说说话，不要让她带着遗憾走。重症监护室里，我妈的嘴巴和鼻子里插着红红绿绿的管子，她强撑着精神，见我来了，颤抖着手扯着我的衣角。我牵住了她的手，明明不到50岁，手掌却枯槁似70、80岁的老人。癌症折磨了她整整3年。几秒钟后，我妈笑着闭上了眼。我鼻子酸涩，把头靠在她肩膀上。我像丢了魂似的离开病房，机械地签完字，机械地将人送到了太平间。从此之后，母亲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小土包。外婆拉着我的手，默默流泪。回到病房后，我才知道老板出名了。不对，应该是老板让我们整个公司出名了。现实的商战，如他所说，确实恶毒。那则录音在网上快速发酵，一下被友军买了斗家，冲上了热搜。和我们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都秉持着一个原则：猛踹瘸子那条好腿。我们公司在老板的带领下，早就在行业里被称为毒瘤，因为他老是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来抢夺订单和生意，而他压低价格的利润都是从工厂里连轴转的工人身上压榨。在舆论的裹挟下，公司几乎停止了运转，原本谈好的订单也被客户毁约退掉。客户扬言，我做老板这么多年，能做到这么黑心的老板不多见，谁知道你们工厂的月饼会不会以次充好？我在病房里看得津津有味时，老板的遭遇可就惨了。他先是被食品监管局带走调查，经过调查发现，
他给员工订购的月饼和螃蟹根本就不是什么私房菜手工制作，而是从国内出口海外又转内销的僵尸产品。那些僵尸产品在港口停放解冻，又被随意地运送到当地的集装箱。老板为了私吞下总部给员工的过节经费，才订了这批僵尸产品。那些僵尸肉在高温天气下早就变了质，除了眼镜男，有一大部分员工吃了那月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现象。员工的家人们闹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老板的行为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法，再加上他对眼镜男接受治疗时候的阻拦和刁难，又涉及故意杀人罪，所以当老板在候审取保阶段刚一出门，就被眼镜男的老婆和家里人堵在了门口。一家几口人对着老板就是一顿揍，老板的牙被打掉了几颗。眼镜男的老婆也是个泼辣的性子，拿着个喇叭对着围观的路人喊，就是这个人给自己的员工吃毒月饼，还用开水泼我老公的脸。我老公现在严重烫伤，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。办公室里的监控早就被同事放到了网上，高清摄像头完美记录了老板对眼镜男殴打虐待的画面。黑心老板残害员工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，他完全站在了道德的最低点。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本就是对立的，围观的众人个个群情激愤，有的甚至拿大粪泼到老板脸上。而另一边，助纣为虐的张经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他先是被老板娘带到医院主动打了胎，之后又临时倒戈，联合全体工人向劳动局提起劳动仲裁，申请公司的流动资金冻结，讨要工资。老板还想求着老板娘别丢下自己，可他不知道，一个出轨还臭名昭著的男人对资本来讲没有任何的用处，他早就成了弃子。老板娘连夜扛着飞机跑路了，并且还找了律师拟了离婚协议书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老板身上有几十场劳动官司，他跑不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经过法院调查才发现，公司的账上哪里是没钱，大部分钱都被老板以各种名义转到了他的个人账户上。他所说的大环境不好只是借口，以公对私。老板的罪名又多了一条。庭审现场，法院当庭审批老板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、故意杀人罪、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，而拖欠几百号工人3个月的工资，也在公司破产之际从老板的私人账户里支付。1个月后，我去公司领取我的工资，老板也在，早就没了当初盛气凌人、不可一世的样子。30几岁的大男人站在财务面前抹着眼泪，财务同事不耐烦地翻着白眼。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，每次公司发不出工资的时候，老板都会把锅甩到财务头上，不是他签字没弄好，就是他报税出了差错，导致工资发不出来。公司里的同事没少在背后骂财务，上有老板，财务只能吃闷亏。老板戴着手铐和脚铐，对着每一位工人鞠躬道歉。可迟来的道歉有什么用？他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是知道自己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。如果事情没有暴露，他会一次次压榨工人的劳动和心血。轮到张经理领取工资的时候，老板却像是疯了一样，突然抱起扑过去，像疯狗一样撕咬。你这个贱人竟然背叛我，这些点子都是你给我出的。
凭什么你不用受罚，不用坐牢？张经理被按在地上，老板张嘴狠狠地咬上他的脸，尖叫声充斥在耳边。女人奋力挣扎，大喊着：你不是一天到晚把自己是老板挂在嘴边吗？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是我养的一条狗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活该。张经理脸被咬破，他放声求饶。现场骚乱的秩序被持警棍的警察控制。旁边的同事看着这一幕，啧啧两声开口：看见没？狼狈为奸，狗咬狗。我附和着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离开公司后，我马不停蹄投简历进了另一家公司。幸运的是，公司氛围融洽，同事之间友好，最主要的是公司里有一个非常良心的老板。我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哪怕之后多次跳槽，都没有再遇见过无良老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